台湾驻美代表硬蹭乌克兰热度，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。大家好，我是肖映华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因为北约的算计，乌克兰被推到了大国冲突的前线，打成了一片废墟。很多国家和地区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心里边都对这个反面案例心有余悸。但是岛内的一小撮台独政客却非要不走寻常路，硬要蹭乌克兰的热度，强行把台海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，暴露了自己的无知，让全世界看了个笑话。日前，岛内驻美代表肖美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，他觉得美西方不断对乌克兰输送武器，在战场拱火浇油，逼迫乌克兰。为了北约上战场的做法是释放了抵制侵略的关键信息，因此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越大，大陆越会吸取俄罗斯的教训，就越不敢武统台湾。肖美琴的这番前言不搭后语的论调，至少暴露了他在3个方面的无知。第一，是他对乌克兰问题的无知。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约东扩，把俄罗斯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北约坚持要在欧洲搞对立，建立一套排他性的安全框架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一心一意地想融入西方，但是美国为了确保自己对欧洲的控制，坚持把俄罗斯当作假想敌。同时欧洲也谈得无厌，希望能够借美国的手，把资源丰富的俄罗斯逼到墙角，成为任由自己宰割的资源供给国。美国和欧洲太贪婪，也太傲慢了，他们忘了即使没有苏联时期的国力，俄罗斯也依然是一个核大国。这样的国家真的被打压到了退无可退的时候，把俄罗斯逼急了，欧洲还能平安吗？美西方国家还能安全吗？肖美琴简单的把乌克兰问题定性为侵略，是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说话，帮北约撇清历史责任。他作为一名中国人，在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时候，却放弃了客观中立的立场，当美国的应声虫就很可笑了。第二，肖美琴对台海问题也非常的无知。乌克兰问题和台海问题没有任何可比性，全世界公认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，只是因为苏联解体后埋下的雷，所以和俄罗斯有领土纠纷。台湾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这是亘古至今不变的事实。肖美琴自己作为台独顽固分子，放出过不少嚣张的谬论，但是这样的人跑到美国也只敢挂代表的名头，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，就知道自己名不正言不顺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敢硬要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海问题相提并论，是睁着眼说瞎话，自取其辱。最后就是肖美琴对美西方在台海问题上的小算盘非常的无知。肖美琴的这段发言很明显是为了讨好美国才说的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，为了援乌，美国不断拖延民进党当局的军购订单。根据统计，到去年年底，美国延期交付的售台军火总额就已经逼近了200亿美元大关。肖美琴在发言中强行把台海问题和乌克兰问题扯到一起，说什么援乌就是援台的谬论，本质是给美国找托词。美国现在正盘算着在台海开辟第2战场，让台湾地区成为战火纷飞的战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肖美琴不但不为台湾老百姓的未来好好考虑，和美国保持距离，反而对美国千依百顺，是典型的卖国贼，并且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。肖美琴的这番话反映了台独分子的无知和卖国的嘴脸。民进党用来当门面的驻美代表，在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，根本就是狗肉上不了大席，怎么可能处理好两岸关系呢？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